好，我做，但你不许乱摸。别愣着了，陈人，赶快把背好，大家都在等你呢。觉醒了最垃圾的力量系，还想做什么英雄的美梦？要不是如烟姐念你是前男友，你连给我们提鞋都不配。就算是最低级的职业，我照样可以攻略副本。攻略副本要靠你的拳头把诡异身边的空气抽空，让他们窒息而亡吗？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蠢货，在电视剧里都活不过第3集。哈哈哈。现在说的气势磅礴，说不定一会儿看到低级诡异就落荒而逃了。确实，毕竟有些人可能连第1集都活不过去。你说什么？副本开启，怨灵回廊。少爷，这气氛不太对劲啊！慌什么？本少爷可是圣级士，我的圣光能克制一切邪祟。好丑的东西！谢手，快杀了他！圣光斩！圣光为什么对他无效？怎么会这样？谁来救救我？蠢货，那是灵体，物理攻击怎么可能奏效？捏爆了，那可是鬼啊！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只要动能足够大，神明也得挂。刚才不过是正好遇到免疫法术类型的诡异罢了，下一个诡异我绝对能秒杀。哼，你要的诡异来喽，加油吧！这诡异怎么攻击力这么高？谢成，快想办法呀！他要过来了！完蛋了，这下谁都救不了我了！什么鬼？啊！不可能，这还是人类吗？这不可能！什么？居然是超稀有级别的宝箱！全服公告：玩家陈人在副本中精英级诡异，获得超坚有级宝箱，特此公告。贤者的金丝眼镜，传说级，智力加100。声势这么大，结果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眼镜。我没看错吧？这是贤者的金丝眼镜。据说这个眼镜可以增加佩戴者100点智力值，是每个法师职业梦寐以求的装备。陈人，你是物理职业，根本用不到这个眼镜，不如你把它给我，我会很感谢你的。增加100点智力值，感觉不错。你一个力量系要智力装备干嘛？有了这100点智力加成，我就能更精准地计算出到底用多大的力道才能把诡异的头盖骨掀飞而不沾到手上。科学驱鬼才是王道。搞什么？匹配系统坏了吧？怎么给我们塞个 F 级力量系的拖油瓶？一个力量系异能还戴个眼镜，装什么斯文败类？真是晦气！你小子听好了，进入副本之后自觉点，别指望我们能保护你。无所谓，到时候别指望我救你们就是了。开玩笑，老子可是高贵的活法，还需要你这种浑身肌肉的蛮牛救？区幽灵群，看我的爆裂火球！居然穿过去了，范围性伤害对他们无效吗？该死，他们的法术防御太高了，我的伤害无法破防。
既然魔抗点满了，那物理防御肯定就是0，我当然能抓住他了。居然抓住了，他不是灵挺态吗？好强，这就是暴力美学吗？好好看，好好学，这个叫力大专飞，比你的法术好用多了。队长，你没事吧？物理敲覆，众生平等。看到没？这就是可以揭示附近稀有物品的 A 级探索魔法。根据反馈出的魔力流动的波长，墙后大概率是陷阱。我建议你住手。闭嘴吧！连魔法都不会的肌肉男，还要装作懂什么魔法回路？哼哼，一个只会用蛮力的莽夫，也想教我做事？给我开！发财了！随便一张卷轴拿出来放到市场上，都是有价无市的。这张卷轴看起来等级不低。是从未见过的诡异。从能量波动来看，它的等级至少有20级。怎么可能？我的魔法怎么会出错？王哥，快用你的大招！没用的，这个 BOSS 的等级已经超越了副本限制，除非我们有高等级的强力技能，不然根本没办法破他的防。也就是说，只要单次攻击足够强大，就能破他的防？说的倒是容易，有本事你就用拳头破他的甲呀！那谁，借个火？什么？被吓到失去理解能力了吗？对着我的手释放火焰，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什么？这是什么恐怖的体魄？居然能将我的火球如此压缩！根据物理学，当能量被极致压缩后，就会转化成高密度的等离子体。所以，来吃我一记物理学圣剑。他刚才徒手把魔法捏成了棍子。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上一个诡异掉落了眼镜，这个诡异掉落了猫耳，难道也是特殊道具？先戴上试试吧。对力量没有增幅吗？那还会有什么增幅呢？看起来是敏捷方面的增幅道具，不错，就这么戴着吧。你戴那玩意儿干嘛？变态吗？只有弱者才会在意美观，强者只在乎数据。虽然看起来有点变态，但看久了感觉还挺萌的。看来这就是通往下一层的传送门了，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吗？在这里就已遇到级的 BOSS 了，我可不敢继续探索了。走了，这个副本还挺有意思的。这家伙真的是 F 级吗？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传送出现问题了？又是个误入此地的倒霉蛋！不要再挣扎了，在这里所有的魔法都被无效，乖乖留下性命，当我的玩具吧。大哥，等等，有话好说。这里是哪儿？魔法封禁是怎么回事？不说就把你的骨灰扬了。头要裂
了！大哥，我说这里是噩梦级深渊，低等级魔法会被附近的禁魔石无效。还有呢？还有，偶尔会有一些玩家从时空乱流里掉落，他们都会聚集在附近的营地中。那他们都在哪里聚集？往东走就是集结营地，大哥慢走。大哥慢走。哪儿来的粉色猫耳变态？滚远点！我可以当肉盾啊！肉盾，你一个 F 级 ，BOSS 打个喷嚏你就碎了，还想当后盾？快滚回去吧！这猫耳太搞笑了吧 ！F 级也敢来？唉，那你们可不要后悔哦。后悔什么？少了一个拖油瓶。那个兄弟，我们要去刷低级材料，你来吗？那战利品怎么分？按劳分配。路上遇到的所有小怪，谁击杀掉战利品就算谁的。成交。太好了，12阶灵草，我的草药。哎呀，不好意思，没看到这里有垃圾。这不是陈仁吗？几天不见，怎么开始研究穿搭了？以前是废物，这猫耳跟你这身肌肉真是绝配啊！踩坏了东西可是要赔的。赔？这种本少爷的花坛里要多少有多少的杂草，还想要我赔？那就是没得商量喽。哼，怎么，你还想和本少爷打一场不成？本少今天可是全副武装，光是这把剑就花了我不少钱呢。陈兄弟，算了。那个人一身高级装备，不是我们惹得起的人。陈仁，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把那个眼镜交出来，我还能叫陈哥给你个痛快。哼，这么想要的话，就自己来拿吧。3个废物凑一桌，还真以为能在这深渊里捡漏？如烟，别跟这种垃圾废话。谢家的精英团就在后面，带你升级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听见没？谢少大发慈悲，只要你现在跪下。把你头上的猫耳和眼镜交出来，我们兴许能赏你们口汤喝。王狗，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哼，给脸不要脸。是亡灵军团，完了，被包围了！慌什么？看本少的圣光十字斩！谢少，太多了，他们冲过来了！堪一击！这是什么招式？哇！路通了，走。陈仁，带上我们！谢城的魔力耗尽了，我们会被杀死的。刚才不是还要我跪下吗？陈仁，大家都是同学。你不能见死不救！电视剧里活不过第3集的蠢货，不配跟我组队。大佬，那些可是18级的怪啊！你当保龄球打？陈哥，你刚才转圈的样子，配上那个猫耳，简直太帅了！这是什么？25级，很好。看来这一次我可以测试一下引力雀能的杀伤力了。
陈人，这只诡异是我们特意准备的大礼，好好享受吧。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就是得罪我们的下场。我好像看到我太奶了，太奶是你来接我了吗？别过来，好多虫子！我的超级智慧告诉我，他们是中了视觉神经干扰的幻术。既然眼睛会被骗，那就用听的。大家伙，你的心跳声太吵了。人类，放过我！只要你放过我，我可以给你无尽的财宝。哼，糊涂！杀了你，你的财宝也是我的。我是不死族，你能奈我何？不死族是吧？你能不死，还能不灭吗？击杀区域领主，获得关键道具深渊通行证为1，效果可用于开启深渊核心区域。结束了？什么时候？陈人死掉了吗？这是怪物吧？哼，哪有什么不死族，只是进化的不够彻底罢了。陈人，你别得意太早。好狗不挡道。表哥，就是这个 F 级的废物，不仅抢了我的怪，还羞辱我们谢家。哦，一只空有力量的蛮牛也敢侮辱谢家？怎么，身上的西装穿着不舒服？你也想换个皮肤？牙尖嘴利，打了我表弟，把你在副本里得到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再自断双臂，我可以考虑让你滚着出去。本来还感觉刚才打得不够爽，没想到还有第二场。跑，被谢家的人包围，你能跑到哪儿去？陈人，跪下磕3个响头，再把深渊通行证交出来，否则我表哥让你生不如死。陈人，别挣扎了，之前算你运气好，侥幸打败了诡异。谢天表哥可是28级的幻术师，想要捏死你，像捏死一只蚂蚁。哼，聒噪。找死！给我追！既然想玩，那就陪你们玩把大的。特殊副本双生炼狱，规则双人绑定，同生共死。表哥，杀了他！闭嘴！这副本是强制组队。不，为什么是我？谢城救我！如烟，混蛋！系统出 bug 了吗？哼，看来我们的缘分还没尽啊。任务发布：同心助力，要求一方背负另一方，且身体接触面积超过80%，限时通过。失败惩罚全员抹杀。这怎么过？没看任务说明吗？上来。你休想！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这种屌丝碰我。还有59秒，你想死，我无所谓，反正我有免死道具。你呢？你骗人！好，我做，但你不许乱摸。任务发布：亲密无间，要求摆出高难度瑜伽姿势，双人倒立，持续30秒解锁大门。这是什么羞耻的姿势？我才不要做！不做，那我们就等着变成肉饼吧。陈人，你就是故意的！你
报复？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我只是为了通关。陈然，你这个混蛋！姿势标准点儿，别乱动。这副本摄作者肯定是个老司机。还没好吗？我要没劲了。别动，最后5秒读条。终于逃出来了，也不知道柳如烟在哪儿。啊！少爷，柳小姐我倒是看见了。太好了，她在哪儿呢？奸夫淫妇！大庭广众之下，你们在干什么？谢成，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是任务。任务需要这么贴着吗？你还让他这么亲密的抱着你，陈然，我要杀了你！警告：任务进行中，禁止 PVP 行为。你看看，连系统都看不惯你打断别人亲热。亲热？你承认了？承认了又能怎样？无能的丈夫。别抱着了，自己下来。柳如烟，你还要脸吗？我腿麻了，谢成，你吼什么？通关成功，安全区解除 ，PVP 模式开启。解除安全区了，陈仁，刚才有系统护着你，现在我看你怎么死！小子，敢绿我们少爷，今天把你削成人棍！哪里绿你了？我们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罢了。你看你又着急。死到临头还嘴硬，圣光十字斩！哼，太慢了。我的手！刚才在外面没打够是吧？谢成，就是现在，表哥，动手！为你的大义付出代价吧。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吗？早就等着你。什么？好快！偷袭？你们谢家只有这点本事吗？能接住我一刀，算你有点本事，但是还不够。智力归零，无法思考；绝对沉默，无法吟唱技能；重力加倍，寸步难行。现在的你就是个活靶子。表哥威武，快废了他！结束了，下辈子记得别惹谢家。接下这一击，你还能活吗？这怎么可能？你中了绝对沉默，怎么还能挡下我的攻击？沉默，那是封印法师吟唱的。我特么又不会魔法，你沉默我有什么用？拿我的智力剥夺。你没有听说过狂战士吗？
被打败了。他简直是个怪物。这个戒指就当做我的精神损失费了。击败强敌，获得战利品：虚空指环、10仙级。喂，记得带你表哥去挂个急诊。是。陈仁，别叫我恶心。这不是魔法为尊的世界吗？为什么他只靠力量就这么厉害？哎，那个人是不是最近挺出名的陈仁？好像用物理方式硬核通关了不少副本。出名又怎样？哀嚎红罗可是智力型副本，全是谜题和幻术。他一个满脑子肌肉的产货，进去送死。他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这个不错，离家近，省路费。随机副本直播开启，当前被选中玩家陈仁。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专业解说赵括。现在在陈仁面前的是哀嚎回廊的千机锁，要是没有100点以上的智力，根本无法打开。以陈仁当前的面板来看，基本无法通过这一关。挑战者想要通过，就要回答无的3个谜题，错一个吞噬汝之灵魂。第一个问题是，这也太麻烦了。看吧，他放弃了。我早就说了，这种满脑子都是肌肉的蛮牛，能通过前几个副本，只是运气好罢了。等等，我在出题。出什么题？把你拆了，我不也能过去吗？这是运气，他刚好打到了结构弱点，一定是蒙的。这种暴力通关法遇到机制怪必死。看，这关是镜面迷宫。看，这关是镜面迷宫。如果不找出本体随意攻击的话，伤害会被尽数反弹，陈仁死定了。一个一个找过去也太麻烦了。这不就找到你了？作弊！这是作弊！哪有把地图全拆了找怪的？这是哀嚎女妖，基本不会落地，而且会精神尖笑。这次她绝不会有取巧的机会，我就把话放这儿。她能赢我直播吃键盘，还会飞，这下有点棘手了。只是个蛮牛罢了，只要失去了先手权，他什么都做不到。屏幕前观众朋友们注意了，这种不做任何准备就深入副本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哦。愚蠢的人类，感受来自灵魂的攻击吧！你的声音太吵了，只要速度够快，哪怕是个瓶子都能造成千钧之力。而我这块石板被附加了大量的动能，这一击会很痛。什么？根据动能定理，当质量足够大且初速度突破音障时，就可以穿过任何阻碍。这是运气，绝对是运气，一定是那只女妖刚才处于技能冷却期，防御力降到了最低点。对，就是这样。这小子只是个只会蛮力的莽夫，能击杀女妖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刚才算他好运，但是我要各位说一下，哀嚎回廊真正的恐怖在下一层。这只是掌握了 S 级精神秘术的迷雾古灵，虽然看起来是一只骷髅，但它没有实体，能通过迷雾直接攻击灵魂。像陈仁这种毫无魔力、只有肌肉的笨蛋，精神力必定是负数。我敢断言，当他踏进传送门的一瞬间，绝对会触发死亡规则。所谓的精神攻击，
不过是脑电波的异常震动罢了，稍微做一点措施就可以完全隔绝。看到了吗？黑屏了，这是死亡信号。那只蛮牛一定已经被诡异撕成碎片了。大家看到了吗？那是能腐蚀灵魂的死气，只有 B 级以上的魔法杖具才能勉强防御。怎么这种地方还有沙包？这偷袭也太弱智了。没用的，物理防御再高，接下来这一招才是杀手锏，那是怨灵死笑。来了，看到了吗？他捂耳朵了，这是双重攻击。迷雾遮蔽视觉，骸骨尖啸直接摧毁精神。陈人这种只练肌肉的蛮牛，他的大脑现在肯定像浆糊一样在沸腾，他完了。这家伙到底在喊什么？吵死了！我相信任何事物只要存在，就要遵循生原理。找到了，生源在这里。怎么可能？那是灵体状态，物理攻击应该穿透过去才对，他怎么抓得住？叫得很大声啊！既然能发声，就说明你有实体的发声器官。只要是物质，就归牛顿管。所谓的精神攻击，不过是高速声波共振引发的前庭神经紊乱，解决不了声音，就解决发声的东西，这就是最基础的解剖学，简单、高效。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他怎么在副本里将科学？哦，刚拆了个小的，又来个大的。啊！这是 LV45 领主的终极技能死亡震爆，穿透力极强，无视一切物理防御，没有静默护符，必死无疑。陈人这次就算捂住耳朵，内脏也会被瞬间震碎，他死定了。频率440赫兹，振幅峰值接近临界点。根据波的干涉原理，只要制造出一个频率相同、相位相反的声波，就能实现完美抵消。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啊！他在干什么？唱儿歌，居然抵消了 S 级技能。没用的，这是 BOSS 的第二形态虚无幽魂。这种状态下，他的物理免伤甚至趋近100%，陈人的小聪明再也用不上了。这就是所谓的物理免疫，有点意思。什么？这是星河魔法增幅器，市价1000万金币的法师至宝。他拿这个干嘛？可是一点魔力都没有，这东西在他手里就是个发光的摆设。等等，他要干什么？既然这东西能增幅魔法效果，那它本身应该也带有极强的魔法属性吧？只要带有魔法属性的物体，根据牛顿第3定律，就能打到魔法物体。这一拳花了我1000万啊！要是你不掉点好东西，我就把你的骨灰扬了拿去拌饭。
这一拳价值1000万啊！败家子啊，拿神器是大佬的朴实无话用啊！系统提示：通关评级 SSS， 获得皇家摩托竞信。感觉有点亏了，不过既然拿到了，那就去看看吧。哎，那个人怎么穿的像个修空调的？身上一点魔力变动都没有的家伙也来考，送钱的吧？只有证明魔法天赋，才能踏入学院神圣殿堂。注入魔力，让树叶变形，即可入内。让开，让开！挤什么挤？哟，这不是只会蛮力的 F 级废物陈人吗？副本混不下去，来当清洁工，还是偷学魔法？借过，你挡着光了。哼，挡光？我看你是想浑水摸鱼。守卫大哥，他毫无魔力，别让他脏了学院地板。叶子放100年都不变，废物永远是废物。没有魔力就不能变，你们对变化的定义太狭隘了。哼，哼，装神弄鬼，我看你怎么变出花来。火焰控制合格，冰霜凝集合格。下一个陈人，别装了，你体内连一丝魔力流动的迹象都没有。这里不是马戏团，不需要只会蛮力的 F 级废物表演杂技。快滚吧，考官！规则是在不接触的情况下，让叶子发生形态变化，对吧？规则是这样没错，但这通常意味着需要使用魔力。好的，我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加快空气流速，大幅度降低压强，同时利用高频摩擦生热，加速水分蒸发。这就是伯诺利急速脱水术。这是风系魔法？不对，我完全没感觉到魔力波动啊！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传说中的无垠唱诗法？作弊！他这是作弊！他这就是用手扇风，这根本不是魔法。这虽然确实发生了形态变化，但这手段确实不符合常规。有意思，居然能用纯粹的肉体力量引动如此狂暴的气流。让他通过吧。是，大人。考生陈人通过第1场考验。文盲。陈人进了学院，有你好受的。天哪，那个 F 级的工读生身上全是汗臭味。听说他是靠运气混进来的，这种苦力也就配给学院搬搬杂物了。这一箱魔能矿石重约500公斤，重心偏移度为 0.3， 刚好可以用来做负重训练。喂，那个搬砖的，这是我们尊贵的法师老爷们的专属休息区，你这种下等人只配蹲在路边的泥坑里。离我们远点儿！你一身汗臭味，把这里的魔法元素都污染了。根据皇城家魔法学院校规第32条第3款，校园公共设施归全校师生共有，而且你们的脚弄脏了我要坐的地方。还敢顶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爸可是工会长老。哼，既然你想找死，本少爷就成全你，尝尝这个烈焰火球。内焰温度过低，结构松散，这种火球实在是弱的没边。你是怪物吗？这可是 C 级魔法。既然你们不想做，那就飞吧。走你！你给我等着，谢城少爷不会放过你的。
又是谢成。话说这反派的台词库是不是该更新了？哦，重力训练场，正好我最近缺乏锻炼，进去看看。那个公脸生在干嘛？行为艺术？那是土系法师练承重防御用的石碑，他拿来做俯卧撑。核心继续收紧，指骨承受压条800兆帕，这种重力环境确实不错。喂，那边的蛮牛，知道这石碑是干什么用的吗？谁允许你把它背着？要是想要你的那个破包的话，就跪下来求我，或者大喊3声“我是 F 级废物”。本少爷要是心情好的话，就再帮你吹下来。根据牛顿第一定理，物体具有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性质。你强行移动了我的背包，且并未征得物主同意。根据法律，你现在的行为构成了抢劫。哼，给你3秒钟时间，拿下来，不然我把你挂上去。把我挂上去？你知道我是谁吗？给我上！除了室友谢成少爷兜着，这小子没有魔力，就是个活靶子。爆裂火球！高压水弹，落石术。左侧火球出速度30秒斯，右侧水弹40秒斯，正前方落石速度最慢，只要调整站位角度，利用各自的动力。怎么可能？运气，这绝对是运气！陈仁，还没完呢，我要你死！追踪锋刃，给我击碎他！自动导航，有点意思。跑啊，继续跑啊！这是必中的追踪魔法，直到命中目标前，他都不会停下。跑啊，继续跑啊！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我认为，追踪锋刃的锁定原理并不是灵魂，而是生物散发的红外热辐射。而在场所有人中，刚刚剧烈施法、情绪激动导致体温升高的你，不就是最好的热源吗？什么？我操！你不要过来啊！好，很好，殴打贵族，公然行凶。走，去找教导主任，我要让他身败名裂，跪着滚出学院。是，走。主任，您看，这个野蛮人简直无法无天。他在训练场公然行凶，殴打贵族学生，这种暴力狂如果不处理，学院的威严何在？陈仁，证据确凿，你有什么要解释的？视频剪辑技术不错，但很遗憾，你的后期处理太压抑了。第3秒的光影投射角度是西偏南15度，而第5秒的爆炸画面，影子的角度却是正南，这意味着中间至少被剪掉了10分钟的内容。建议这位同学重修一下光影魔法基础，或者去进修一下蒙太艺剪辑艺术。是这样吗？这是因为水晶故障。总之，他打人是事实，我有视频为证。陈仁，虽然视频有疑点，但你确实在训练场造成了混乱。学院只看重结果和实力，不听辩解。3天后，全校新生综合测试，如果你能拿到前3名，保留学籍，否则清退。前3？就凭他这个 F 级废物？哈哈哈哈哈哈！如果3天后的测试里，这小子能拿第1，
不，只要能进前10，我就当场把训练场那块石碑吃下去。但如果他输了，我要他当着全校的面跪下来给我磕头，然后滚出学院。那块石碑的主要成分是2氧化硅，很难消化，建议你提前备点健胃消食片。哼，陈仁，只要有谢城少爷给的狂暴药剂，你绝对活不过3天后的测试。第2节扩胸运动，1、2、3、4、5、6、7、8。他在干嘛？这是某种古老的召唤仪式吗？向体术之神祈祷，看着像是在抽筋。这孩子真的没问题吗？哪怕肉体强度再高，面对高阶魔法的冲击，往年的考试我都研究过了，无非就是打把跑步，先热热身。陈仁，还在做你的广播体操呢，别挣扎了。你以为今天的考试还是那群只会看数据的老头子监掌吗？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让让，你挡着我做热身了。是谢灵学姐，谢城的亲姐姐，也是唯一的 S 级女考官。好强的压迫感，还有这腿，我是说这魔力。安静，今年的新生测试由我全权接管。听说有些只会投机取巧的垃圾，靠着运气混进了学院。哼，在我的规则下，只有真正的精英才能留下。这就是传说中的打了弟弟来姐姐。这位考官，根据流体力学原理，穿着阻力系数如此小的短裙在空中悬浮，走光概率约等于100%，建议穿条安全裤。你闭嘴，流氓！姐，别理这个变态，弄死他！既然你这张嘴这么喜欢废话，那就用笔写。第1关，笔试。既然是笔试，为什么不去教室，非要露天晒太阳？这就是所谓的贵族仪式感，还是单纯为了省电费？虽然我也想问，但这小子的嘴也太毒了。考试开始，这可是附带了认知干扰的高阶试卷，没有足够的精神力压制，上面的字你们一个都看不清。略，抓不到我吧，笨蛋！哈哈哈，陈仁，你个没精神力的废物，看着天书的感觉如何？趁早交白卷，滚蛋吧！这种难度，对新生是不是太苛刻了？连这点干扰都破不了，不配做我的学弟。让你跑，给你脸了是吧？给我站好，不然把你们撕碎了，烧成灰，冲进下水道。妈呀，这真的是笔试吗？怎么感觉像是在审讯犯人？我操！他在试图恐吓元素精灵。别跑！你们别跑啊！这火球术3个字怎么飞到天上去了？完了，我的试卷咬舌自渗了。
认知干扰可是高阶精神魔法，定力不够的话，你们连题目的影子都摸不到。再动，信不信我把你们拆成笔画，扔进那个烧火的炉子里去？这就对了，只有听话的文字才是好文字。一群废物，只是这种程度的干扰就丑态百出。还好小城佩戴了谢家的破望如意，这第1名毫无悬念。啊！有人交卷了！5分钟，不愧是我弟弟，比我预想的还要快。我操！我名字还没写好，这就有人交卷了。把试卷拿上来吧，让我看看小城这次能不能拿满分。小城，这次表现不……怎么是你？谢考官似乎很失望。交白卷虽然快，但那是会被直接退学的。你就这么急着滚出学院？谢大人息怒，先看看试卷，按规矩流程办。好，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只要错1道题，我就打断你的腿，把你扔出去。全对，这怎么可能？这道火元素爆发临界值，他居然用这个奇怪的公式算出来了。你作弊！你一个毫无魔力的废物，怎么可能解开这种高阶理论题？很难吗？不过是初中2年级的物理题换了层皮而已。天才，简直是鬼才！他居然用这种全新的方法解出了火球术爆炸半径与魔力明度问题。同学，请问这个 E 等于 MC2 是什么高阶魔少公式吗？哦，那是一种艺术。想不到你居然还辅修了艺术学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连精神力波动的废物，怎么可能破解我的认知干扰？那些文字应该早就把他逼疯了才对。谢考官，别这么惊讶，元素精灵毕竟也是生物，既然是生物，自然就会有害怕的东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姐，我写完了，太简单了，那些题目简直就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角落里哭着撕卷子吗？这位考生，请注意你的言辞。陈仁同学第一个交卷，甚至几乎满分。满分？这不可能！姐，他一定是作弊了。你给我的那副破望透视眼镜明明……透视眼镜，怪不得他打得那么快。谢家果然是豪门啊，连作弊都这么高科技。第1轮比试结束，成绩为陈仁第1，谢城第2。陈仁，你不仅打了小城的脸，还踩了谢家的脸，很好，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杀意。姐，这是第2关迷宫的地图，这次我要让他永远留在迷宫里当肥料。姐，你放心，在迷宫里弄死一个公俗生，跟踩死只蚂蚁没区别。别因为过了第1关就沾沾自喜，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呢。迷宫？陈仁，这可是为了奖励你的满分，特意为你准备的贵宾通道。有点棘手，我确实不太擅长迷宫啊。第2关叹息迷宫，规则很简单，限时1小时，找到出口即可通关。别把考验想得太简单了，迷宫中有无数的魔物和陷阱。空间折叠技术，感觉像粗糙的土木工口。这种简单的迷宫结构，只要沿着右手边一直走，根据土部学原理。别打我！吓死我了！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对不起，我太害怕了，我不小心和队友走散了。
天哪，你是刚才那个满分学霸陈仁哥哥吧？有事儿？哇，我叫林小婉。刚才你在考场简直太帅了。那个，这迷宫太吓人了，我能不能跟你组队呀？你也看到了，我只是个柔弱的辅助，碰到魔物肯定死定了。求求你了，哥哥，带我嘛！抱歉，我不带累赘。哎，别走啊！哥哥别这么绝情嘛，人家虽然不能打，但是人家会治疗魔法哟。不管你受了多重的伤，人家都能帮你奶回来，而且人家很听话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治疗魔法，我的身体强度虽然高，但恢复全靠新陈代谢和吃饭。带个移动血包，确实符合能量守恒定律，能省不少饭钱。跟紧点儿。好的，哥哥最好了。如果你敢掉队，或者发出噪音引怪，我会把你扔出去喂怪。知道啦，人家很乖的。哼，过了这一关，你就是个死人，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蠢货。哪儿来的苍蝇？哇，陈仁哥哥好厉害，这可是精英怪哎，一下就秒了。这人的战斗力怎么这么强？别演了，你的心跳频率比刚才快了30%，这是说谎时才会出现的生理奇征。哪有？人家是被怪兽吓的吗？跟上，前面气流流速变快，新的地形出现了。平衡力测试，无聊的设计。就是现在。对不起，谢承少爷说了，只要困住你，就给我内推名额。这可是高阶魔职困龙藤，越挣扎勒得越紧，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待到考试结束吧。困龙藤，植物纤维结构单一，缺乏弹性工具，简直不堪一击。这种植物，感觉连我用来捆大闸蟹的草绳都不如，在这个充满魔物的迷宫里落单，实在是愚蠢至极。不管它了，继续通关才是正解。僧园离我有300米左右，救还是不救？虽说背叛者死不足惜，但他是谢家安排的棋子，棋子脑子里应该有迷宫的地图或者更重要的情报。算你运气好，还有利用价值。你为什么要回来救我？别太自恋了，我不太会应付迷宫，只是需要一个向导罢了。至于这只诡异，只是因为它挡路了而已。他挣脱藤蔓，甚至打穿迷宫墙壁来到这里，明明就是为了救我。这就是传说中的口嫌体正直吗？我好爱。陈仁哥哥，对不起，其实是谢承逼我的。他说如果我不拖住你，就让我退学。完了，怪太多了，而且只剩1分钟，我们没法离开迷宫了。1分钟就足够了。你在说什么？哪里还有路啊？既然找不到路，那就造一条路。根据欧西维德几何学，2点之间直线最短。认真一拳，崩山进。这是什么威压？哈哈哈哈！计划成功了，陈仁那个废物绝对出不来了。哈哈哈哈！姐，多亏了你，这次我不光是第1，还是唯一的通关者，我的分数一定高到吓人。迷宫中的每个诡异都经过我的精挑细选，陈仁那个蛮牛绝对出不来。可惜了，小林，
这次测试终究还是太难了。怎么回事？地震了！那是什么？看来这里就是终点了。这是什么情况？根据欧吉菲德几何学公理，2点之间直线最短。原本需要绕行3公里的路程，走直线只需要30秒，效率提升了6000%。谢考官，我过关了吗？你竟然毁了叹息迷宫，这是作弊，这是暴力拆迁！规则说找到出口者胜，没说不能制造出口。既然墙挡了路，那是墙的错，不是我的错。好，牙尖嘴利，毁坏延误，还敢顶撞考官！陈仁，这一关算你过，但下一关你不会再有机会了。姐，弄死他，一定要弄死他！谢考官数次破坏规矩，甚至教唆别的学员阻碍考核，你不觉得你有点过分了吗？我操，太生猛了，这就叫一力降10会。不说了，以后陈仁就是我大哥。陈仁，你这是破坏考场设施，这是违规，你不仅成绩作废，还得赔钱。小程说的对，考试规则是走出迷宫，而不是拆掉迷宫。作为主考官，我宣布，陈仁因恶意破坏公务，成绩无效，即刻驱逐出校。可是，闭嘴！不想死就滚一边去！既然迷宫挡不住我，那是迷宫太脆；既然考官不讲理，那是考官欠揍。我不介意帮学院换个考官。狂妄！我现在就废了你！谁敢阻拦本考官执法？是我出手的，你有什么问题吗？主任，这小子毁了叹息迷宫，于情于理都不能算他通过啊。规则只说了找到出口，陈仁不仅出来了，还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何尝不是一种通关？学院需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才，不是只会死读书的废物。倒是某些考官公报私仇，心胸狭隘。谢灵，接下来的考核你不用管了。主任，我可是来自谢家的 S 级导师，你不能下去。还要我说第2遍吗？好，很好。慢走不送。闹剧结束。第3关也是最后一关，心梦幻塔。这一关考的是内心，力量再大也打不碎心中的欲望。里面会有什么？到底是健身道具还是秘籍呢？星梦幻境中的真理之镜，会毫无保留地投射出你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或者最极致的恐惧。只有直面并战胜它，才有资格成为强者。第1个，陈仁。心魔，让我看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大家猜猜，这废物的欲望是什么？究竟是搬不完的砖，还是健身器材？他那种满脑子肌肉的蛮牛，估计是一屋子的蛋白粉吧。他的内心深处会不会全是我的身影？比如穿着泳装的我，哎呀，好羞涩。所谓的欲望，不过是多巴胺分泌的迹象化。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操，那是柳如烟，谢成现在的女朋友。这瓜保熟，陈仁内心深处的渴望，竟然是别人的女朋友。阿仁，
你还是忘不了我吗？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当初分手，我也是被逼的。为什么是他？陈仁，你个混蛋！那是我的女人，你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意淫我的女人！居然不是我，那个坏女人有什么好的？不就是腿长了一点，胸大了一点，还会装可怜吗？看来陈仁同学的情感经历比较丰富。阿仁，抱抱我，就像以前一样，只要你点头，我马上就离开谢城，回到你身边。啊！可恶！陈仁，我要杀了你！心魔，这就是系统判定的最高诱惑。看来这套系统的算法还停留在原始的激素冲动动层面。阿仁，吻我。抱歉，我有洁癖，尤其是对垃圾。哎，这就是传说中的替身文学。谢少爷这头顶有点绿的发光啊！攻读生内心深处的女神，居然是豪门少奶奶，这剧本太精彩了。柳如烟，你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小子的幻境里？你是不是私底下跟他还有联系？哎呀，成哥，你发什么火嘛？那是他的幻境，又不是我能控制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对我余情未了。这不正好证明了本小姐魅力无边，让你捡了个大便宜吗？魅力？他这是在当众意淫我的女人！不就是大了点吗？我也能长。狐狸精！阿仁，别装了，我知道你心里苦。那个谢城就是个只会靠家里的草包，脑子也不行，哪有你厉害？我是草包？这幻象居然敢骂我！陈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只要你肯低头，我现在就甩了他，回到你身边，我们重新开始。你的废话说完了吗？哎，阿仁，人家是真心的。根据微表情分析，这种程度的媚态，甚至不如路边的野猫有美感。另外，纠正一点，我的内心世界很拥挤，装得下物理，装得下数学，甚至装得下今晚的红烧肉，唯独装不下垃圾。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滚！这也行？哇，太酷了！他连校花都踹哎！我操，真狠啊！要是现实中，这一脚起码断了3根肋骨吧。心智如铁，不为情欲所惑。此子有大帝之姿，通过。陈仁，你站住！你居然敢踢我！你是不是因爱生恨，因恨生爱？你就这么想引起我的注意吗？哪里来的苍蝇？吵死了！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看什么看？都给我滚！恭喜你，陈仁，你的心性和品行通过了考验。我在此宣布，你已经成为了这里的核心学员。成为核心学员有什么好处吗？在课程中收集3个元素信物的核心学员，可以获得一根最适合你的专门定制的法杖哦。现在，请选择你的第1门课程吧。陈仁哥哥，我觉得这个魔药学挺有意思的，要不要一起？魔效学吗？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主任，我的第一门课程要选魔药学。大家快看这 F 级的废物！他以为炼制高阶魔药是路边摊炒面吗？魔药炼制需要纯粹的魔力催化，他拿个破铁锅是准备做东北乱炖吗？陈仁哥哥，这里是魔药课，连火都升不起来，要不我们还是走吧。真正的科学往往掌握在少数不为世俗目光的人手里。肃静！今天的课题是炼制初级狂暴药剂。炼制药剂时，火候和魔力输出必须绝对平稳，一旦元素失衡，就会产生非常恐怖的爆炸。哎，等等，我的火元素怎么不受控制了？心浮气躁，对魔力的把控如此粗糙，简直是一根有木。导师，请看，这是我萃取出的完美级初级狂暴药剂。不错，色泽纯正，魔力纯度极高，不愧是谢家的天才。满分天才怎么还不动手？是害怕这破锅被炸穿吗？还是说你在等这口破锅自己把药吐出来？唉，陈仁，虽然你理论满分，但魔药学是一门纯粹的实践课。可是没有魔力，你注定无法淬炼魔药。你还是趁早放弃吧。可是老师，你忘了吗？只要是物质，就绝对逃不开物理与化学的法则。导师，你对萃取这2个字的理解，未免太狭隘了。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理科生专属的硬核铁锅炖。你是不是疯了？连一丝魔力都没有的废物，想靠一口铁锅来炼药吗？啊，铁锅真的能炼药吗？从元素构成上看，狂暴草的大部分成分是脂溶性生物碱。常规使用魔力强行分离的情况下，不仅效率低下，还会破坏狂暴草的元素结构。高温热油物理萃取，加六化钠改变溶液极性，蛋白质瞬间盐贴，给我凝！没有一丝魔力变动，居然炼出了精良级巅峰的药剂。这种极致的纯度，皇家首席炼金师也做不到。我不信，肯定是障眼法。导师，您快亲自试药，这绝对是一锅剧毒物质。纯度太高了，药效比魔法炼制的还要3成。陈仁，你刚才说的氯化钠到底是什么上古神物？楼下小卖部买的，2块钱一袋的粗盐。2块钱的粗盐秒杀了顶级魔翼，这世界疯了吗？陈仁合格。接下来是魔翼进阶考验，接下来是双人实战对决，1人使用攻击药剂，1人防御。导师，我要和陈仁对战。实战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仁，敢上来和我对战吗？陈仁哥哥不要，谢城手里肯定有家族给的致命毒药，会死人的。
无妨，我也正好想测试一下化学对窗巫术的实战数据。致命毒药，尝尝王水洗脸的威力吧。双人实战对决正式开始！去死吧，废物！一旦沾染上高阶腐蚀黑毒，你就会体验到世界上最大的痛苦。陈仁，我看你这下怎么挡！强酸性毒液，真强。这不可能！我的高阶毒药去哪儿了？这是很简单的化学反应。当酸与碱触碰时，就会生成盐和水。哼，初中化学必修课，文盲。现在，轮到我反击了。该死！这里面是会什么毁灭性魔药？哈哈哈哈！管你是什么强力药水，在我的圣光护盾面前，你的破水能拿我怎样？丁达尔效应加上全反射，现在你就好好享受住这颗光学闪花弹吧。好痛！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了！天哪，他竟然秒杀了谢家大少爷！这究竟是什么原理？自来水混合了云母反光粉末而已。只要它的护盾越亮，反光就越刺眼。这算哪门子魔药？我不服！他等于是被自己的魔法给亮瞎的。这场对决，陈仁获胜。陈仁，最终考核是不用魔力融合这3种互斥的暴雷草。如果失败，爆炸威力足以把这栋楼夷为平地。护技草药没有高阶魔力压制，他死定了。护制爆雷草，这不就是天然的硝酸干重炸药包吗？最终考核开启，考核内容是将这3种属性绝对互测的草药融合成终极元素调和药剂。常规方法必须使用高阶魔力，强行在分子层面引导它们融合，一旦失控，极易引发致命爆炸。高阶魔力引导，这简直是为本少爷量身定做的考题。F 级废物听见了吗？这一关考的是魔力纯度，就算给你100万份草药，你连第一步提纯都做不到。大家准备看他被炸上天吧。就是，没有魔力，他拿什么引导互斥元素？难道用他那身发臭的肌肉吗？单纯使用魔力对护具元素引导，实在是太落后了。又把你那套玩具拿出来了，你以为是在过家家吗？经过水煮加热，可以有效破坏植物细胞壁，加速成分释出。大家快看啊！他不仅放弃了考核，甚至还在教室里煮起了火锅。你是准备吃饱了再上路吗？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高温水煮只会让草鞘的魔力加速流失，这根本是在胡闹。
看这个时间，是时候加入催化剂了。哈哈哈哈，看到了吗？无法取巧的你，只能提炼出一锅撒招。这种恶心的垃圾，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吃。没有高阶魔力压制，元素互斥的爆炸只是时间问题。原来如此，刚才的溶解度测试很成功，看来问题出在材料配比上了。我已经得到了完美的配比数据，现在才是真正办事的时候。想出风头，去死吧！看我的微风术乱流！不好，反应失控了，快趴下！哼！加入碳酸镶钠作为催化剂，打破元素壁垒。再利用高频搅拌产生向心力，制造人工离心剂效果，就可以使药材强行乳化。不可能，在没有魔力引导的情况下，杂质怎么可能自动分离？这根本违背了魔法常识！作弊！他一定是作弊！终极魔药，他真的用这种方法炼出来了。这么完美的副产物，直接倒掉的话，未免也太可惜了。天哪，元素绝对平衡。纯度甚至达到了100%，这是我教书30年见过的最完美的药剂，陈仁满分通过。绝不可能！用破铁锅和淀粉做出了完美药剂，那我苦练10几年的魔力纯度算什么？狗屎吗？你在干什么？疯了吗？快放下！那是草药互斥产生的剧毒杂招，里面蕴含狂暴的毁灭能量，沾上一滴就会肠穿吐烂，化为血水。哈哈哈哈哈哈！他自己找死，他绝对会被狂暴能量撑爆，连魔力都没有，还敢生吞这种撒渣？哥，口感倒是还不错。就是味道有点像生吃苦瓜。这种高能量衍生物富含超强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根据书中记载，只要胃酸分泌足够强大，这就是最完美的肌肉淬炼补剂。第2门课，我选黑魔法学。黑魔法？那是需要极强精神力压制反噬的禁忌学科，寻常的高阶法师都不敢碰。你一个没魔力的，去就是送死。好，很好，陈仁，等你被黑魔法怨念吞噬理智，变成毫无意识的白痴，可别后悔。本少爷一定会第一个跳出来，亲手把你彻底镇压。精神诅咒，不知道这群恶鬼扛不扛得住老子的物理巧度。欢迎来到地狱。黑魔法是直视深渊的艺术，承受不住恐惧的废物，现在就滚！不要过来！救命啊！我有谢家的高洁清新玉护体，陈仁那个没魔力的废物，现在肯定吓得尿裤子了吧？黑魔法就只有这种程度吗？感觉一般啊。你一个没魔力的 F 级，
凭什么抵挡直击灵魂的恐惧？所谓的恐惧幻影，不过是通过特定频率的电磁波干扰大脑皮层，使人看到幻觉。只要精神力足够强大，或者用强力物理对冲，障眼法不攻自破。现在给你们所有人10分钟休息时间。少在那儿装神弄鬼！等会儿实操考核，本少爷要亲要看你变成白痴。原来如此，问题出在能量波动的频率共振。我好像找到不用魔法也能释放黑魔法的办法了。这小子难道真的在半小时内看懂了原理？你刚才说你找到了黑魔法的原理。导师，您千万别听这废物瞎吹，他只是个 F 级，他懂什么？他连一丝魔力都没有，这是在侮辱您的学科！闭嘴！你这只聒噪的虫子，要不是法治社会，老夫一发灵魂湮灭，你谢家上下今天连一条狗都活不下来。对不起，老师，我滚，我马上滚！你继续说。黑魔法能量编动本质是不稳定的机械波，只要可以把握频率，完全可以通过物理振动复刻所有操作。所谓实战应用，我用一个低音炮就能完美解决。不稳定的机械波，物理振动复刻，我怎么没想过这一点？天才，简直是颠覆魔法界的疯子理论！所有人都出去，老夫需要闭关思考。哈哈哈，陈仁，你这傻叉，让你装逼，肯定是你惹怒了导师，害得所有人都被赶出来了。今天我就要看着你彻底身败名裂。谢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文盲？实操课立刻开始，陈仁，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实操到了，希望你等会儿别再尿裤子了。第一项测试，使用低阶黑魔法灵魂震慑。只要让笼子里这群嗜血的小鬼对你屈服，就算通过。给我老实点儿，乖乖屈服吧！哎呦，我们的物理学霸怎么不动手了？连一丝魔力都没有，还妄想释放灵魂震慑？你还是赶紧滚回家种地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陈仁，你为何不尝试释放魔法？导师，我在想，震慑魔法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让对方感到极度恐惧并失去反抗能力，对吧？不错，只要目标陷入深深的恐惧，就算成功。你该不会想靠你这张面瘫脸去吓唬诡异吧？你浑身上下有一丁点能让人害怕的地方吗？既然只要让他害怕的话，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刻在基因里的生物链压制，比魔法好用多了。作弊，这绝对是作弊！导师，他根本没用黑魔法，那只诡异只是被他发神经活生生吓晕过去的。不，黑魔法只看结果，目标已经由于极度恐惧进入休克状态，因此我宣布陈仁满分通过。所有人注意，接下来将进行最危险的高阶测试——暗影牢笼，生死自负。暗影牢笼，这可是要命的关卡。陈仁，我不信你还能安然无恙。暗影牢笼里面充斥着实质化的暗影能量和高阶诡异幻想，他们会疯狂侵蚀你们的体力和精神，一旦崩溃，理智瞬间撕碎。要是无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就趁早滚蛋。天哪，暗影牢笼，这真的会死人的！
不要进去。这关陈人该怎么通过呢？陈人，本少爷早就花重金准备了高阶抗暗影药剂，今天我就要在外面亲眼看着你被活活逼疯，生不如死。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你的腿在抖。救命！到处都是恶鬼，我不考了。哼，一群没有底蕴的废物！滚开！我有抗性药剂，你们伤不到我。不可能，高阶药剂怎么会失效？拥有药水我都这样了，像陈人那个没有魔力的废物，肯定已经死透了吧？这就是所谓的暗影侵蚀，感觉没什么影响啊。刚好趁这个绝对安静的环境进行一下冥想放松。不，他居然睡着了。安静点儿，吵死了！听到了，波动频率在45到60赫兹之间，上下浮动5赫兹。可恶！明明都使用了魔药，可还是失败了！我不甘心！啊！完全不靠魔力护体，他竟然能在高阶牢笼里撑这么久，他到底是什么人？只要调整全身肌肉振动频率至52.5赫兹，就能与暗影能量薄弱点达成绝对的同频同步。这时候只要利用气流震荡，给我聚机械波共振破坏拳！我看这牢笼也不过如此。他竟然用纯粹的物理力量打破了暗影牢笼！我宣布，陈人进阶考验满分通过，你获得了最终黑魔法大考双人对决的绝对资格。陈然，是你逼我的，我要用那招同归于尽的技术，拉你一起下18层地狱。怎么，手下败将又趴在地上憋什么没用的连环屁？黑魔法中考双人对决正式开始，成绩优秀者将得到这枚暗之信物。现在公布抽签结果，陈人对战谢成。又是他们俩，谢成少爷刚才受了重伤还要打。陈人，你以为你赢定了吗？今天就算是违规，我也要彻底废了你这只蝼蚁。哦，那你快点，我赶着去食堂吃午饭，要是去晚了，红烧肉就没了。对决开始！只要左宁就剩一批飞行远上。太快了，这种密度的无差别攻击，陈人绝对躲不开。根据发生改变的空气速度，就可以感受到不同速度与角度的攻击。恕我直言，这弹道太直了，明明都用魔法了，还在用线性物理攻击，哪怕我闭着眼睛都能提前预判落点。闭嘴！你这个只会躲的跳蚤，要是有种，你就正面接我一招。谢成，快放下那个东西！在这里使用那种高阶禁术，会把整个擂台都轰飞的。那又怎样？陈人，带着你的破物理学下地狱吧！
这光球的能量层级高过了我曾见过的所有魔法，正好拿来测试抗压数据。来吧，谢城，让我们看看是你的魔法硬，还是我的拳头硬。不管外表多唬人，魔法的本质就是高压能量流，只要能捕捉到它的核心引力点，那我就能用纯粹的物理动能将它强行逆向压缩。给我缩！这不可能，这可是高级禁术，你居然徒手就捏住了！还给你，接好了。谢城无视考场纪律，使用致命禁术，我宣布立刻剥夺考试资格。来人，通知谢家把这废物抬走！快看，那是最近名声大噪的陈仁，来飞行课绝对是想混学分偷懒。你们以为我想来，实在必修的学分只剩这个没拿了。但没有魔法却要挑战飞行，这特那么才是最酷，好吗？说起这个，我正好有个大胆的想法。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飞行课导师。所谓飞行魔法，就是用你们体内的魔力去沟通空气中的风元素。这位同学，你为什么不练习？是没有准备飞行媒介吗？导师，我认为您的教学理念似乎存在一些错误。哦，你有什么高见？我认为飞行根本不需要什么魔力去强行沟通风元素，魔法界的空气动力学简直是一片原始荒漠。飞行的内核是纯粹的物理现象，实际上就是克服重力获取升力。只要满足空气动力学，一头猪都能飞上天。大家快听听，这个全校闻名的 F 级废物在说什么疯话？他想在没有魔力支撑的前提下克服重力？难道你要狂吃胡萝卜，靠放屁飞上天吗？你们懂什么？陈仁哥哥既然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陈仁哥哥，你不要理他们。李小婉，你少在这里犯花痴了！他要是能不靠魔法双脚立地，我当场就把这把扫帚吃下去。根据物理定律，气流流速越快，压强越小。只要机翼上下表面存在压力差，就能产生抗衡重力的完美升力。陈仁，我不管你的理论有多么奇特，可学院的规矩不容侵犯。在下周的初步飞行测验上，你必须悬空。如果不飞起来，就算你嘴上的理论满分，我也不会让你通过。既然规则只说借助媒介悬空，那我就放心了。这第1名我当定了。基础悬浮测验规则很简单，只要你们能借助手中的媒介立地半米，稳定悬浮10秒，就算及格。太险了，差点摔断腿。大家快看，陈仁背上那是什么玩意儿？他想把自己绑在风筝上上天。不懂了吧？早叫你们多看看书，这叫3角翼滑翔伞。没错，只要升力大于重力，猪在风口都能起飞。迎角15度，只要速度突破每秒15米，博门地效应产生，升力就会产生。不可能，他是怎么飞起来了？这怎么可能？纯靠那些破木头和步态的物理结构就能起飞？糟糕，失算了，这木材的强度根本不够，它无法承受我的自重和风阻压力。遭报应了！
了吧？摔死你个装逼犯！摔死这个没魔力的废物！谁来救救他？快接住他！狂风托马斯，给我拖住他！根据物理公式，动能等于1/2质量乘速度的平方。也就是说，只要我施加的反重推力超过下坠气能，就可以安然落地。给我喷！这绝对不可能！他居然就这么落地了！吓死我了！真是太惊险了！不过是压缩空气产生的反冲重力而已，不过是基础的物理现象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宣布，陈仁悬浮时间满10秒，考核完美通过。什么？他居然靠一个破铁桶卡漏洞过关了！陈仁，虽然你的物理思路极其惊艳，但进阶飞行考验绝不是在平地跳高。要是你还寄希望于你的简易装置，峡谷的死亡狂风会瞬间把你撕成碎片。现在公布进阶考试规则，从这里出发，迎着逆风，穿越1公里的死亡峡谷，在侧线中途脚不能沾地，同时防备诡异袭击，落入深渊者直接淘汰。要盯着如此恐怖的逆风，还要抵御沿途诡异袭击，这怎么可能飞得过去？大家快看呐！他这次又穿了一身铁疙瘩，靠上次的破布和木头，他才能勉强飞起来。但这次他要是掉下去，绝对会摔成一滩肉泥。高强度钛合金骨架配合碳纤维蒙皮，自重不到15公斤，同时内置微型固态燃料推进器，推重比远超你们的魔力输出。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笑到什么时候。第1名，绝对是本少爷的。陈仁，拜你所赐，我被家族关了几天禁闭，但因祸得福，家族赐予了我这把疾风追击者。哦，恭喜你喜提一根会发光的新木棍。这次我不仅要拿第1，我还要亲眼看着你穿着这堆破铜烂铁在深渊里摔成渣。相比速度，和我的双发涡轮增压引擎说吧。你这人谁啊？口气居然这么狂！你们连这个著名的废物都不知道？他就是那个谢家大少爷谢成啊！屡战屡败，还有脸在这叫嚣？在魔药课被自己亮瞎眼，在黑魔法课被禁术炸飞。原来是个只会拼爹的散财童子。安静！考场之上只看实力，不问出身。峡谷穿越考核现在正式开始。陈仁，我在峡谷前面等你，绝对让你有来无回。陈仁，快停下，千万别做傻事。在这逆风航谷中使用这种纯金属设备，等同于自杀。我现在直接给你个及格分，我建议你立刻退出。无论如何，还是保命要紧，没必要去白白送死。这信物并没有那么重要。请相信我，导师，在科学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3个字。
重力加速度加上空气动力学，让峡谷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计算攻角，调整至最佳生阻比，缩减迎风角面积，减小阻力系数。陈仁哥哥真的飞起来了，好帅啊！陈仁，这一波看老子让你直接下地狱！哈哈哈哈哈！陈仁，你死定了，被乱流剪碎，或者被诡异吃掉吧。谢成，你还要不要脸？居然暗中下黑手谋杀同学！哼，你一个只会靠出色色衣服强者的绿茶，也有脸面教训我？本少爷还没计较你倒戈的事情，趁我没改变主意杀你，滚到一边安静看着就是了。哈哈哈哈！可恶，谢成，这是你逼我的，我也要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陈仁，在狂风中被彻底撕碎吧，这就是你得罪本少爷的下场。谁？哪个不要命的敢偷袭本少爷？我不许你伤害陈仁哥哥。原来是你这贱人！既然你这么想死，我先送你上路。用绝对的暴力抗衡气流偏转。谢成，想杀我的人，你还没那个资格。陈仁哥哥，你徒手接住了魔法？这不可能！就算魔法被干扰了，你怎么会这么快就逃出围攻？偷袭、下药，还打女人，谢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我一定要给你个教训！陈仁，你飞行手段都没了，我看你怎么活！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连精神力都没有，凭什么能契约这只高阶诡异？契约？那种方式实在是太低效了。我在他攻击的瞬间，踢中了他的迷走神经节。简单来说，我给他建立了一套巴甫洛夫条件反射，通过施加物理压强，刺激他的痛觉反射埋。翻译一下就是：不听话的话，我就活活揍死他。你们这对狗男女！这鸟刚才被我打伤了，撑不了多久。我的物理滑翔装置也报废了，无法提供生力。想要一起通关的话，就用你的漂浮术带我飞。兽潮暴动了，这对狗男女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导师，兽潮爆发了，峡谷里的魔物全疯了。怎么会这样？陈人和何角面还在里面。完了，想不到这次居然这种规模的兽潮爆发，在这无处落脚的半空中，就算是高阶法师也得饮恨当场。不一定，那个陈人绝非等闲之辈。陈人他前几次都创造了奇迹，也许这次也能化险为夷。前几次不过是他运气好，抓住了规则漏洞。这可是实打实的空中大兽潮，他拿头去打。哼，他一个毫无魔力的 F 级废物，绝对早就被撕成碎片了。哼哼。那些飞禽诡异的体型比平时大了1整倍，而且他们的眼睛全都是血红色的，见人就疯狂撕咬。血红双眼，体型暴增，这是最极端的狂化反应。绝对有人在峡谷里违规使用了狂暴药剂或者高阶禁术。这次事件非同小可，所有人立刻就位，马上准备开启最高级别的救援防御阵法。陈人呢？难道那个无视魔法法则的物理狂人真的在这场兽潮中尸骨无存了吗？起开，压到我胸肌了。还好我的肌肉密度足够庞大，弹性潜能吸收的极好。拿自己的肉体当数百米高空的缓冲床，这小子根本就不是人，他完全就是怪物。救命！导师救命！陈人，你这个卑鄙小人，居然引怪害我！你放屁！各位导师，请听我说，是他暗中释放死亡乱流，他还用高阶爆裂火球偷袭我，企图杀人灭口。要不是陈人哥哥徒手捏爆火球，我早就死无全尸了。谢成，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居然违规害人！谢成，你真以为学院的监控阵法是摆设？你这极其无耻的行径，本座看得一清二楚。主任，我知道错了。陈人，面对绝境冷静破局，更不抛弃同学，你用实力向所有人证明了，纯粹的肉体力量一样可以征服天空。成功集齐了3枚幸运，顶级专属神装的定制资格归我了。我宣布，陈人成功集齐水、暗、风3系信物，即刻起晋升为皇家魔法学院最高核心学员。陈人哥哥太帅了，你就是我的神！好了，这里这么多人，你先放手吧。谢成，你罔顾同学性命，手段极其卑劣。本座代表学院宣布，即刻剥夺你的全有学籍，终生不得踏入学院半步，立刻给我滚！主任，这些虚名就不必了，
之前答应我的顶级定制武器，什么时候兑现？痛快，跟我来。这里是全大陆最顶尖道具大师的专属领地，天宫大师号称能为任何人量身打造极道神兵。天哪，居然是那位连国王都求不到一根法杖的天宫大师！陈人哥哥，你要有绝世神器了！不错，我对这里产生一丝兴趣了。玛丽小姐，这位是本届刚晋升的核心学员，请把大师最好的寸货全部拿出来。陈仁先生，这把烈焰咆哮者采用深海沉木打造，能增幅火系魔法300%的恐怖威力。你在干什么啊？深海沉木传导魔力是不错，但它的绝对抗刚强度太低了。倘若在实战中稍微遇到点强力钝器打击，就会瞬间断裂，纯纯的垃圾。这面密银叹息之盾绝对坚不可摧，可以完美抵挡高阶法术。密金的物理延展性确实极佳，但硬度实在太差，连最基础的点阵结构压技都扛不住。纸糊的废品！滚！你们3个马上给我滚出去！这里绝对不欢迎只会搞破坏的野蛮猩猩！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早知道就不抱着侥幸心理了。以你这种的肉体力量，常规魔法道具根本承受不住。看来，只能带你去找学院后山那个怪人了。居然是铁匠铺吗？有点意思。主任，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制作顶级魔法道具，难道不该是在那种极其高大上的炼金实验室里吗？嘘，你给我小声点。这位铁大师脾气极暴，他从不屑于使用任何魔法，只痴迷于极其纯粹的物理手工锻造。李莫愁，带着你的人立刻给老子滚蛋！老子早就说了不接活，想要那些发光的破烂魔法玩具，去前厅找玛丽那个小丫头片子。铁老，我们刚被玛丽赶出来，这小子刚把玛丽那里的4件镇店神器全给徒手捏爆了。什么？把老子呕心沥血做出来的艺术品全给毁了！好一个狂妄至极的臭小子！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力气！陈人哥哥，快躲开！怎么可能？你这小子居然敢单手硬接老子的八荒锤！高碳钢反复折叠锻打上百次，去除了大部分杂质。淬火时加入了急速降温液，表面形成了极高硬度的马生理结构。工艺勉强及格，可惜你的力学结构计算存在严重失误。这把锤子的重心产生了一些偏差。马圣体结构，力学重心偏移。小子，你想不到居然懂老子失传已久的物理锻造学，有点意思。
如果在这里加入高强度复合杠杆结构，通过陆距原理传导，就能将物理动能瞬间放大3倍。天才，简直是夺天地造化的物理学天才想法，不像那些只会念咒语的魔法白痴。老弟，你简直是老子命中注定的知音啊！来，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斩鸡头拜把子，结为异姓兄弟。打住！铁老，您可是学院至高无上的名誉长老。论辈分，您是院长的师叔，上来就跟个新生拜把子，这学院辈分不全乱套了吗？主人，这老爷子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他是全大陆最后一位血统纯正的物理锻造大宗师。随着魔法全面崛起，物理锻造彻底没落。他为了延续传承，才隐居于此。陈人，你是100年来首个不用魔法，纯靠肉体和物理学将他彻底折服的人。老弟，想要什么绝世神兵？刀枪剑戟你随便挑，哥哥今天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给你生生砸出来。我不需要那些华而不实的锋利武器，我要一套能契合我这身视密肌肉发力逻辑的重器，能将动能100%转化为极致的破坏力，并且绝对坚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法道具，这分明是一对机械重拳套啊！老弟，依照你的肌肉强度，普通钢铁绝对承受不住。想要扛住你那种变态力量，必须使用传说中的极品材料。那这种材料该去哪里找呢？老弟，想承受你那级别的物理冲击，传统魔法界只能用9阶巨龙晶核做缓冲。但这玩意儿太稀有，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巨龙晶核的本质还是魔力聚合体，能量变动极度不稳定，纯的垃圾。我们需要的是极致的物理硬度和绝对密度。主材料用星陨晶铁，核心缓冲层用深海蓝胶草提取的高分子菌合物。简直是胡闹！深海蓝胶草那是炼制水系魔药的专属草药，把它融进高温金属里，不仅会炸炉，还会彻底毁了材料。其实不然，只要在熔炼时加入极细的碳，并且将温度控制在1200度，进行极其严密的隔氧干灸，草药中的有机液就能彻底碳化。这样，它就会与星陨晶铁完美融合，从而形成超高强度的碳纳米管复合和微观结构。利用有机物氮化强行增加金属极致韧性，你们这些魔法师根本不懂这种微观化学反应。老弟，星陨晶铁只有最高危的陨星深渊才有，敢不敢跟老哥去硬闯一趟那鬼地方？求之不得。有他们2个在，这副本的 BOSS 怕是要倒霉了。